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5天2大 date 的互选环节，请在纸上写下你心目中最想一起出门的前3位嘉宾的名字。今天只有2组配对能获得外出约会的机会。Good luck！ 进，让我进去，我会进去吗？这么对，你好，你好，今天我们即将你想跟我去约会吗？你想去南奔坐小火车吗？南奔小火车，坐火车来，我们去另一个城市，坐火车去。去另一个城市？哦，当然了，可以啊。 Let's go。哦，我们要去约会啦！哎，拜拜。啊，对，我们也应该牵手的。哎，对对对。 You smiled at me by the doorway, spritz on your wrist and a fresh white tee. 小的时候就是经常爬这种类型的火车，煤车，对啊，小时候爬这种车偷煤。Like you already know my mind. One little touch on my glass, know my heartbeat got class. Take me slow. Take me close, first date glow. Feels like smoke, You and me on a roll. Say my name and don't let go. Take me slow. 走吧。 From this almost. Take me slow. Feels like smoke. 我恋爱经历也不是很多，几段啊？可以说吗？我可以说5段。 5段。对对，但都很短。第1段就是小时候初恋，10几岁，初中的时候，几个月吧。启蒙蛮早的。对对对。啊，还好吧，初3了都。没有逗你的，我更早。你说是吧？初3其实还好了，就几个月。然后第2段就是我的第1任女友，我跟她在一起8个月，然后就是直到我2年前才打破我谈了8个月恋爱的这个局面，我一直都没有超过8个月的恋爱。哎，那你单身多久了？3个月。3个月。但是我们俩也就非典型1对1关系。啊，你们是开放式关系吗？也不算开放，我们这2年都是1对1，但一直不承认我们的关系。哦。但我们的一切的模式都跟情侣没有区别。我们今年同居了，他很害怕爱，但是他又想享受这个关系的福利。我懂了。但是他拒绝承担关系的责任和后果啊，是一个很逃避的人。我后来慢慢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好像不是爱情，他就是我人生要在那个阶段会经历这样的人。就我在他身上也成长了很多很多。就正是因为他这样子，所以我才会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什么想法。我也更深度的了解我很多自己嘛。所以我也很感谢他出现了。我比较喜欢比我大的。我不太能接受比我小的。为什么？比我小的有点太小了，我觉得。长相啦，想法啦，或者有些东西我可能会比较老派。就比如这几年，你觉得你老派？就比如这几年你聊八卦啥，我根本跟不上进度。我觉得每次我听着听着我就听懵了。你看我喜欢老东西啥的。老东西，你喜欢老东西？老的物件。我也喜欢老东西。好。衣服啊。在线征婚老东西。你呢？你单身多久？真正的单身？哦，没有，我正儿八经单身1年了。对啊，但是我这中间也没停止去 date。但不会在一起。那你是抗拒的心理吗？抗拒，在那个过程中，可能约会了一些人。当我意识到对方想推进这段关系的时候，我是很抗拒的。我说我还没准备好，我不要。哪怕这个人其实让我很心动，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完整。
我好久没有自己跟自己生活了，我好久没有看到自己了，我好久没有一个人的空间了，我非常珍惜那整个的一年。来 ，follow me。OK， 1、2、3。让我这个有点太松了，行，我帮你把着，好吧？来吧。啊，这么粗的，我刚才说的那条街特别漂亮，你知道吗？让我看他们镜头拍好。真的天黑好，我就说这个时间真的特别宝贵，特别短暂。还有夜的那个光，我就买了个这个，出来就黑了，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他会很直接的表达他的那种，算是好感吗还是什么？我觉得他蛮直接的，然后这也让我很触动我觉得他也很直球。哇！现在想这样做。而且今天刚分手的时候，我就是结婚的欲望更强烈了。你呀？对啊，虽然那会儿很痛苦啊，但是我完全没有掉入某种失恋的那种漩涡里去。一会儿我们去要挂那个灯吗？那个灯。你想去这里？祈福的，我想看到。那我们先去哪？去这儿。但我不是为了体验结婚而想结婚，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个契合的人一起生活会挺幸福的。我现在就是觉得淡淡的，有爱就行了，爱绝对不是那种很鸡皮疙瘩的东西。好了。我们祈愿的时候，他还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进到那个寺庙，然后我们寺庙那个门正对着一尊佛，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这一刻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跟他个人的状态有关系，可能他那一瞬间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放松的，好像他释放了一样，我很替他开心。我想选什么颜色？我选不出哎，我选好了。好，3、2、1，蓝色。这个灯真的都是祈福的人去挂上去的。上面写满了众生的愿景。但你要知道，现在有无数个美丽好的愿望飘在脑袋上，就感觉被他们祝福。其实我不是一个好的爱人，但我现在，我觉得我还不错。之前不是一个好的爱人。那如果这么说的话，我应该也是。对，我也就是这2年才有自信说出这句话。我以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能力。因为现在爱自己了嘛，你首先你要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呢。我写的，愿我一直走在道的路上。世界充满爱，愿众生离苦得乐。我写的是会健康、会爱、会幸福，世界和平，我爱你。让我们都有向世界祝福、祈福。因为我跟你挂一块儿呗。那我们找这儿可以吗？可以啊。哎。好爱记账啊！走啊！你的棍儿呢？这儿呢。好干嘛？你觉得呢？我这边看一下。跟波波约会，首先那个气氛感真的很足。就我一开始以为波波是那种很
很 fancy 啊。但是今天我们约会的时候，我感觉到了更多他的那种接地气儿的东西，和他性格里边那种粗犷。其实我还觉得蛮反差的。波波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很贴心，很细腻，很敏锐，很敏感。节目的前几天，我们没有什么机会，有私下聊天。他会给自己比较多限制，我就能看出他是一个不太有安全感的人，能感觉得到。你是看起来感觉还蛮冷酷的哈，但实际上还蛮就是柔软的，就是会让人有保护欲。我在想说，我让人有保护欲。对呀，我看你有很多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蛮 little girl 的那种感觉。真的。对啊，我想说，哦哇。然后我就是那种很会保护人的人，我看到别人有这种反应，我就会很有保护欲，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词是我的人生里面，我30岁了，我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我没有听到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我很想保护你，然后我就很震撼，还是蛮感动的，就觉得波波是一个很有能量和爱的人。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他很多东西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又有很多话题是相通的，我们的倾听是相互的。其实我对波波有一个问号。我们还在一个摄像头面前，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是被动的，可能是主动的，就是很模糊不清。我觉得需要再去感受，我们私下去感受。大达，你在吗？他在睡觉哎，我想问你想不想出去走走？可以啊，可以啊。你现在在睡觉哎？出去走走，我们本来不是说也要去咖啡厅吗？对，就想出去散散步。那我在下面等你。好。OK， 好。哦，所以我跟他可以去。对。所以就是想要出去。Oh my god！ 刚起来了呀。我们看起来真的很快乐。你往这边点，你往这边点了。是。是的。你有养宠？哇，好好看啊！哇！天哪！哇，这个好可爱。那个鹿很好看哎。哇，好软啊！好硬啊，好扎手。可爱。哇！你小心一点哦。啊。好有意思。Hello。好。哇！这些真的是雕的还挺不错的。雕的很真。你上一次在这种田野里面走是什么时候？我想想哦，上一次在应该是感恩节的时候。你去了哪里？我们一起去 hiking 了，然后去看枫叶。去年的时候，然后我才喜欢树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看完那个《素食者》嘛，然后就觉得树很有艺术感，然后很漂亮，很美。然后那个时候我喜欢那个女生，是我朋友。当朋友很久了吗？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我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们俩是约在那个木兰电影节看电影，然后呢看的是那个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然后他带了2束花过来，之后我好像就是哇，收到他就突然送花给你。对啊，然后因为是朋友，所以但当时还是就是当下很心动。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树嘛，就是我们就一起开车，然后去一个地方，然后走到那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然后他就去抚摸那棵树，让他抱那棵树，然后他就说你不是想看树吗？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在那边抱那棵树。哇！但是他后来是不是很浪漫？是。然后后来他发现我喜欢他之后，我们2个人就彻底就断联了。为什么？所以他觉得是我想太多了，就是。所以你喜欢他，连朋友都不能做了？他是这样的。对。OK， 我们现在有个 surprise， 就是要去骑水车。真的吗？我想去。谢谢节目组，我好想
象棋哦。哦，好快乐。约会完天数之后，你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在跟天书约会之前，我很喜欢他，然后约会的当天，我也喜欢，然后在第3天我们俩出去约会回来之后，我说我才认识第3天认识这个人，然后就对这个人有嫉妒心，有波动，然后有占有欲在耶，然后我就还蛮神奇，那我觉得哦，那我应该是还挺喜欢这个人的。然后你说你感觉到他的有一些抗拒。对，然后我其实很想要渴望一种很平等的关系，当然没有说关系就会有平等的，就是所有的关系，我希望有一种趋近于平等的那种状态。但是我是觉得天书可能给我一种更高的感觉。就总之，你跟他在约会完之后，因为他的一些行为，你觉得你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他？我理解正确了吗？因为一些话语。当然，我觉得我遇到对的人、合适的人，我会想要往前走，我也表现得很主动，我觉得。但是我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自己幸福。我觉得我跟天书不是那么适配的人，就是我跟他在一起，我不一定会幸福。现在我会觉得说，人就是可以有很多复杂多变的这种情感，人的感情不是你能够收放自如的。哎，我们可以这样子滑过去吗？可以。你看这边真的很好看。哇，好漂亮！现在而且是不是有下雨？那会不会有彩虹啊？哇，没有哎。那棵树干好漂亮。哇，好漂亮。所以如果我觉得是最后一天，我也是想要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吧。我觉得每一天可能都很开心。我的期待都是可以比较轻松自然去了解大家。我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恋爱的人，还是可能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没有那一种天雷擦动地火的感觉。哎，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感觉可能是第一位。其实我这几天我都觉得我很开心，然后我很庆幸自己来到了这边。但是我昨天晚上跟 Rachel 聊天的时候，你知道她23岁、24岁，比我们都要小。然后我看到她就好像在看到曾经的自己的那个状态，就是对爱有非常非常大的向往啊、渴望啊，很纯真的保留的那一部分，那个东西非常的珍贵，是觉得就是我们想做独立女性，追求的那种自由，可以是有很多代价的，但不应该是以爱为代价的。就是我仍然想要保留自己内心 Rachel 的那一部分在我身体里面。对，我是希望我可以感性跟理性都在我这边。觉得可能我看到的 Rachel，她虽然有很多就是好像对爱的期待和这种幻想，我觉得我不是没有这些，但是好像我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是我和她的不同。我并没有，好像放下，觉得我不想谈恋爱了，就是我觉得人在恋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最美的，只不过我好像已经不是那个。会因为我喜欢这个人，就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人身上。对，爱不应该让你生活里的其他一切都消失了。对，应该是一种就是锦上添花。是。对。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只有经验，还有就是你的年纪，慢慢的你才能够，对，就是在爱中没有那么容易迷失自己。你没有对任何人就感兴趣吗？对。啊，有啊。谁？我知道是谁。你知道是谁？我也知道是谁。什么？谁啊？其实本来是有2个，但是波波对我没有感觉。波波昨天下午有跟我讲到这个点，对。他对我没有感觉。天书呢？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第2天好像投了5个人，然后票数比较多的是Stella，然后波波，然后天书，
对，来了，哎，我去个厕所再来。我也得去个厕所，不行，我要听你讲完，你快点。今天你觉得会投给谁？今天如果我投的话，我肯定不投给波波了。做个天书，我伤心了。对，就是可能是ZOO和就是如果说就是所谓好感的话，那可能就是ZOO和天书这样。你知道今天那个摄像大哥还是谁有问我们，就说想看谁跟谁没有约会的会觉得很精彩的，然后我们说是。哎呀，我要错过这么精彩的八卦，气死了。没有，我们今天在车上讲了呀，就说想看谁跟谁1v1，我们说想看天书跟10秒1v1。刚刚我在后台的时候，他们也问了，说那个我讲了吗？我说我对天书也很感兴趣。对，但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个节目，我就只想。date 的2个人我都约到了，我都约会过，我都了解过了，然后我是没有遗憾的了，对我来说是很圆满了，然后我们还跟开聊说，觉得就是除了这种恋爱关系，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种友情也好，什么也好，都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也是一种特别神奇的这种。对，是的，不是说一定要恋爱才能怎么样。对。但 peace and love 也有 peace and love 的受众啊。我们这里拿把雨伞可以。还是拿走吧。下雨了，撤，先东西先撤。我觉得我其实没有顾虑镜头，我在这个节目就是忠于自己，因为我也很相信节目组的，然后我觉得我这个爱不是倾注于一个人身上，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没有大家，我也可能不会成为这样的小狗。我觉得我没有做选择。选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是一个无法通过节目里的短短6天会做出选择的一个人。我觉得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和实践去确定我们的关系是否经得起推敲。我不希望有一些节目里的气氛感、节目里边的设定，然后去营造一些所谓的爱情的火花。我希望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在镜头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不会牵手。前2天我跟ZOO的互动会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然后他前2天对我的照顾我都有感受到，然后我也很感谢他。但是如果说有没有心动的感觉是没有的。我报名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它毕竟是一档恋综节目，我没有谈过恋爱，然后有这样子一个机会去认识更多的拉拉，我觉得好啊，如果有缘分的话，我可以谈恋爱，我挺想谈恋爱的。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因为我现在的生活阶段是比较动荡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也跟自己承认说，这个阶段我不想谈恋爱，不想谈恋爱是可以的，因为我之前就觉得，天哪，23岁了，都快24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你是多失败的一个人呐！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没有办法去欺骗自己，去进入到一段恋爱关系中，没有继续跟他走到下一步的时候，其实都是给自己少走了弯路。我觉得这是成功吧，不是失败。就出去约会肯定是很多镜头的，就算我今天没有出去约会，没有镜头，我也不在意了，因为那是观众看到的，但是我感受到的是我的全部。100%投给自己。
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种很惺惺相惜、互相爱护的这一种感觉。但是对于嘉宾中的人，我好像并没有那种非常心动的感觉。我应该是就是对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姐妹情为主，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很开心，每天还是很开心，只是可能没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在这个节目这个旅程的终点，我会遇到一个更勇敢的自己。我选择公开我人机恋的故事，不管你爱的是谁，或者你爱的是什么，它都不应该是一件让你觉得值得羞耻的事。所以我觉得，就当我在给自己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意识到会误会我的人一定会误会我，但是那一些会被我吸引过来，或者是能读懂我的人，他们就会读懂我。那为什么我不去表现更加真实的我呢？我们这个说好了不是一个以恋爱为目的的综艺，所以说在这里也可以探索不一样的情感，或者说不一样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对于剧组的人来说会觉得更加 unprofessional， 但是如果说是女嘉宾，可能她就会觉得我就是来这里恋爱的，我对谁有心动的感觉，那我就想要去探索。因为我以前 filmmaker 的原因，我明白你们就是觉得这个 professionally 有一些 boundary 你不想 cross， 但是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统一之情，也没有任何 disrespect，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火花，有的人就是有，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不是说你们工作的失误导致了我们好像没有爱上彼此，我们的目的是去谈恋爱。但是当我们看到工作中的你们的时候，是真的会有那种觉得工作的女人最美丽，就是工作中认真的这个样子就非常的 attractive， 那我觉得就是很让人心动啊。我觉得一个真的 chemistry 跟没有 chemistry 一定要营业 chemistry 都是不一样的嘛。我不觉得我们任何人就是那种 yes， 我们都是考虑一下我不确定我现在更喜欢这刚刚他的经典名言，我发现我不想谈恋爱但是你就不是啊。对啊，你很坚定，你很坚定的，你很知道你现在的这个 romance 是对 romantic feeling， 而且你们两个对视的那种，哇，就感觉你们是在你们的世界里面了。这么夸张？不夸张，很真实，很真实的恋爱的那种状态。是，我觉得这段对我来说更多是自我探索。对。我觉得虽然说我们好像这些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谁和谁就是擦出了火花，除了但是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的这个复杂的感情其实是很好看的，只是说它可能不是一个工业糖精恋综，它是纪录片形式的拉拉的多样性。一个女性有如此丰富的感受和情感和他人不同层面的连接，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影视中非常非常少看到的。所以就是能把这么真实的就是展现给观众，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东西。过去几个月吧，已经流了不知道多少眼泪，尤其是过去几天，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我觉得不管这个节目怎么样，我们这一群人聚在这一起，这一个礼拜的回忆，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所以我就很感谢大家能够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这边，很感谢大家从真的是世界各地 Team International， 真的是因为相信这样的一个愿景，相信这件事情是因为从来没有见过，那只有自己可以去做呀。但是最感谢是你们8位信任我们，把你们的故事交给我们，希望大家都是能够在这个 experience 当中收获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很快乐的可以很健康的继续自己接下来的人生。So yeah, I think that's it. Lola Les 爱的流动态 ，That's a wrap. 辛苦了导演组，辛苦了。这也是给大家一个 open ending 的这个结尾收尾吧。Yeah, I think so. 我们觉得大家真的吗？继续拍的话，好像这也不太是办法。
但是感谢你们来上我们节目。谢谢。这个环节了。